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些莫名其妙的爆炸事件，其中伤害程度很高、影响力极大的，大伙熟悉的俄罗斯的通古斯大爆炸。那么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一件事儿，就在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一件不逊于通古斯大爆炸的爆炸事件。它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公元1626年。这是大明天启年间，北京发生了一场古今未有的离奇大爆炸。那么这次大爆炸呢，比通古斯爆炸呢要更传奇。为什么呢？就是通古斯爆炸里头的所有现象，后来经过考古学家和科研工作者呢发现，都可以有一个理所当然的解释。可是天启大爆炸里发生的种种怪异现象是很难在科学上得到解释的。那么这次大爆炸由于发生在人口众多的北京，爆炸造成了2万多人的死伤。爆炸的威力呢，相当于1万到2万吨的 TNT 炸药，比扔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呢还要厉害。当时处于明朝的天启年间，所以这次爆炸呢被称为天启大爆炸。到现在为止呢，科学界和史学界呢都没有对这起爆炸的原因做出定论。和我们历史上发生的其他的怪异事件不同的是呢，这次天启大爆炸在史书里记载非常详细，可以说人证物证俱全，有根有据，所以它才引起了诸多后来的这个科学家对天启大爆炸孜孜以求的这种研究，就觉得这个太神奇了。那么咱们今天老梁故事会超级版给大伙说说这个天启大爆炸。爆炸发生的时间呢是公元1626年的5月30号，是天启6年的5月初6。就说它的头一天呢是端午节5月初5。当时呢北京城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这不头一天是端午节吗？所以第二天呢5月初6这天呢，街道两旁的小贩呢还在卖昨天没卖出去的节日商品，你像粽子香包纸葫芦什么的，搁现代话说那就挥泪大甩卖了。那么当时的老百姓呢也愿意买打折货，也图便宜，所以一群一群扎堆在那占便宜。这大街上人特别多，买的卖的熙熙攘攘。那么到了上午9点的时候呢，大街上的人越聚越多。就在大家有买有卖有说有笑的时候呢，突然间天空传来一声闷雷似的轰响，咔嚓！大家被这个响声给惊呆了，齐刷刷扭头看天，只见天上有个巨大的火球在空中翻滚，一边翻滚一边你能听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而且连闪电带冒火。紧接着这个火球在空中唰就解体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再次响起。随后呢，能看着一朵又大又黑的蘑菇云笔直的竖在北京城的上空。也就是挺了有几秒钟的时间，北京城突然间天昏地暗，天崩地陷。东起阜成门，北到刑部街，在长大概2公里、宽6.5公里的范围之内，房屋几乎全部倒塌，什么木材石块铁屑还有人的残肢、鸟的尸体像雨点一样不断从空中落下来。这其中还有人头，挺吓人，有的没眼睛了，有的没下巴壳了，有的没鼻子了，看着是非常非常恐怖。那么在史书里呢，关于这次大爆炸的恐怖之处有不少记载。说在遇难的人当中呢，有个叫周继宇的，当天上午呢，他到北京这菜市口买东西，走着走着呢，迎面过来6个人，仔细一看呢，这是他搬家以前的邻居，挺久没见了，所以打算叙叙旧唠唠嗑。你看电视剧里我们都看过，古代人在讲话之前呢，都双手抱拳做个揖。这周继宇呢，就向这6个人行礼，6个人也跟他回礼。就在6个人回礼的时候，这不鞠躬吗？突然间一声炸响，这6位一抬头，这一抬头不要紧，就眼看着周继宇的脑袋从脖子上嗖就飞出去了，一下子飞出10米开外。随后他这身子这不就剩个枪子了吗？啪倒在地上。而这6个人呢，毫发无伤。这6位被眼前景象可给吓坏了，转身就跑。跑的过程当中空中不断有着残肢断臂落下来，路上的尸体
一个摞一个都摞起来了。那街上是死的死，伤的伤。说大内皇宫如何呢？皇宫也没好哪儿去。当时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就是崇祯皇帝朱由检他哥哥。这朱由校呢，正在乾清宫里用早膳吃早饭呢，吃的正美着呢，突然发现大殿的顶棚疯狂震动起来了，那就跟地震似的。随后噼里啪啦往下掉东西，朱由校吓得扔下饭碗，起身就跑。因为他跑的速度太快，很多扶持他的太监呢、护卫都没反应过来，只有一个贴身侍卫跟着他跑出来了。这侍卫扶着朱由校呢，跑到建基殿门口，两人本想进店里躲避一下，结果脚还没踏进门呢，屋里房顶就开始往下掉东西。这个侍卫真是挺忠心护主，一下扑到皇帝身上了。正这时候呢，房上瓦片噼里啪啦掉下来，整砸在侍卫头顶上。这个侍卫头骨瞬间爆裂，脑浆都沾了皇帝一身。朱由校被这一幕吓坏了，也顾不上皇帝体统了，鬼哭狼嚎的边跑边喊。最后呢，跑到交泰殿的一张桌子底下缩成一团，幸免于难了。那灾难发生时呢，皇上起身就跑，那边乾清宫里的内侍都不知发生什么，等反应过来呢，也跑不了了，无一幸免，都被砸死在乾清宫里了。这宫殿都塌了，把这些人都闷里边了。那么殿里边的被砸死，殿外的也跑不了。当时紫禁城呢正在对宫殿外部进行修缮，其中大概有2000多名工匠就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干活呢。一声巨响之后这些工匠就被震落到地上。那说胳膊腿断了那是轻的，有的大头朝下，直接头骨爆裂就死了。那么最可怜的呢，得说是皇上他儿子。当时的皇太子朱慈炯呢还不满周岁，虽然没被砸死呢，却因为爆炸受到惊吓，第二天就被夭折了，就一生日不到就死了。那除此之外呢，当朝大臣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这个当朝御史叫何谦书、潘云逸这二位在爆炸当中遇难了。工部尚书就说白了，现在的这个水利部部长董可威双臂折断了。御史王爷浩呢没什么损伤，但是给震晕了。劫后余生他是心有余悸，都有点神经了。他绘声绘色的跟皇帝说起这段恐怖经历。他说：“皇上，当时我正在衙门里办公，突然一声震响，顷刻之间天崩地裂，火光四射。这房梁瓦片窗户就跟落叶一样往下飘我当时就被震晕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被救出去。后来我让人搀扶着进了这个院里的天井，一看这也不安全呢，赶紧骑马出了衙门。一看街上妇女儿童这哭的哭，喊的喊呐，马路上死尸成堆。那皇宫仪仗队里边有那个天竺那边供过来的大象，受到这个受惊了，这大象呢从象房里跑出来，满街乱窜。那么大的庞然大物践踏百姓，也造成死伤无数。我是赶紧快马加鞭回到朝房，这才躲过一劫。到现在为止我都吓得惊魂未定，一闭眼就这个，我这人都神经了。就说当朝大臣像他这样经历的不少，就在这次爆炸当中给吓坏了。那么我们从这些大臣留下来的话和记载当中可以得知，当时确实死伤惨重。那死伤的具体状况呢，明朝大臣杨涟在所著的《碧血录》里有一段生动的描绘。他说前门外有家棺材店，就是鲜鱼口打马场那一带有家棺材店。这家棺材店呢买卖很大，在这个受灾后的第二天呢，有人去买14口棺材。正商量着怎么卖的时候呢，转眼间又来人说要买52口，这俩人加一块就66口棺材了。这店老板很为难，说我店里没这么多。完来的人说那么的吧，你把店里棺材不论大小你都拿出来，完了我们哥俩商量，你要多少我要多少。你就说光是一家就买52口棺材，你可见当时的伤亡得多惨重。后来这官方统计呢，这次爆炸呢造成2万多人死伤，1万多间房屋倒塌。说到这儿这你可能觉得你刚才描述这情况，这不就普通的地震加爆炸吗？也说不上多离奇，你怎么说比通古斯爆炸还离奇呢？你别着急，咱们接下来就说说这次爆炸里边发生的特别离奇的事儿。咱首先一个离奇的事儿是什么呢？
死伤者呀，基本上都赤身裸体。你看，这是有证据的。明朝天启皇帝的司礼太监叫刘若愚，他是这次大爆炸的目击者之一。他写了一本书叫《民工史》，这书里面呢详尽记述了爆炸中发生的离奇事件。他就说，凡是死者肢体多不全，不论男女，尽皆裸体，为死者一节振翅其衣帽也。意思是死的人呢大多是折胳膊断腿，而且不论男女都一丝不挂裸体，没死的人呢也被把衣服给扒下了。那么当时有一位伤者就证实这个说法，说爆炸发生后这个伤者的帽子、衣裤、鞋袜一瞬间都不见了。他因为腿受伤了，躺在地上动不了，就看街上这些人都和他一样赤身裸体，男的好说，女的害臊女的有的用瓦片遮住下身，有的用裹脚布缠在胸前，有的披了半条褥子，有的呢披了一副被单。一会儿功夫，在他身边过去好几十人，这些人呢都赤身裸体，当然逃命的时候也顾不得害臊了。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说有个当朝御史何廷书在爆炸中遇难了。当时他正要出门拜客，没想到一声巨响之后，房子就塌了，全家都被埋在废墟之下。何廷书的手下赶到之后呢，站在瓦砾上大喊：“底下有人吗？”这时候有人回应：“救我，救我！”这是何廷书的小妾，人称小二姐，手下赶紧把她刨出来。结果她呢，身无寸缕，以手遮阴，羞赧无措，就浑身上下一个布丝都没有，搁手遮着下身害臊的不得了。这时候一个手下赶忙拖着大褂给他盖上，扶他离开废墟。当时大街上呢还有很多有钱小姐太太坐的轿子。结果是发生个大爆炸之后，有人为救他们掀个轿子一看呢，人没事，在轿子里边赤身裸体的，这衣服都给弄没了。你看，就是死伤的人呢都没了衣服，一丝不挂，这个确实够离奇的。可是衣服没了事小，这人要没了事可就大了。当时明朝的官方报纸《邸报》为这场大爆炸发布了一篇号外文章，叫《天变底钞》，其中呢就有爆炸发生后很多人莫名其妙的失踪了。那么其中就说呢，当时在粤西会馆路口有个学馆，其中呢有32个学童。爆炸发生之后呢，教书的先生和学生一个没剩，全都消失了。还有一个新上任的宣抚总兵带着7个手下呢到别的官员家拜访，还没等到地方呢，爆炸就发生了。结果这一行7个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都没了踪影了。这位总兵骑着一匹宝马呢也没了，不知哪去了。那刚才我说当时街上有很多小姐太太坐的轿子，有的轿子还在，这人没了衣服了，可是有的轿子还在，人都不见了。就打开轿子里边空空荡荡，没有人了。当时的承恩寺街呢有8辆女轿子经过，结果爆炸发生之后呢，轿夫跟小姐全没了，就剩个轿子在那搁着。你看这够离奇吧？那么除了刚才咱们说这2点呢，这次爆炸呢还有一点特别离奇，那就是很多东西被瞬间就给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当时石驸马街上呢有一个重5000斤的石狮子，有2.5吨，爆炸后呢居然飞到了顺城门外。石驸马街就是现在北京的新文化街，顺城门呢是现在的西单北大街。大家想想新文化街到西单北大街2个地方的直线距离超过1公里，这么沉东西能飞1公里远，你怎么解释？那么除此之外呢，北京的密云地区，就北京北边凭空飞了10几棵大树，大树根朝上叶朝下，显然呢不知道从哪儿飞过来，但是呢是被连根拔起的。要说最离奇的呢，那得数北京的西山和昌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说死伤的人呢都一丝不挂，衣服哪儿去了？当时有的人报告官府，说这些衣服都飘到北京的西山和昌平去了。户部的官员接到汇报之后呢，去昌平西山实地查验，发现当地树上挂满了衣服，除了衣服还有鞋袜，还有首饰，还有器皿散落一地。户部官员把这个事儿呢写成奏折向皇帝汇报，皇帝都觉得不可思议，大吃一惊。怎么把这些衣服扒下来，能把衣服送那么远，送到西山，送到昌平去了，这多远？你看说这么多事儿，是不是这次爆炸很离奇？有人可能不相信，说这不是后人附会编的吗？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关于大爆炸的情况，在这个《明熹宗实录》啊，这个《国诀》呀、着中志啊、北京的地方志著作呀、地经景物略呀等等等等都有记载，尤其是明朝的官方报纸底报记录的最详细。就你要说一本书记录，这是瞎编的，那么多资料从不同的角度都记录这次大爆炸，这可以说是有文字有真相。那么说了这么多呢，究竟这次大爆炸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如果单纯的爆炸，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奇怪现象呢？非常遗憾，到现在为止，科学界跟史学界没有对这起爆炸原因做出定论。虽然没做出定论呢，但也不耽误我们对这个事儿进行探讨。现在关于大爆炸的成因呢，有那么4种说法，每种说法都难以解释全部现象，但是呢，每种说法呢都解释了一部分现象。为什么这么离奇？第一种说法呢，就是地震。说从地震的史料看呢，1620年以后北京地区的地震频率激增，从这个1600年呢到1637年，北京周围地区4级以上地震就发生了71次。所以大明王朝在那个时候灭亡，可以说不光是人祸，也有天灾。北京城又是地震又是鼠疫的，把明末这个明朝朝廷给折腾够呛，所以清军入关呢，加里的城造反，大明已经没有力量再往黄兰峪击岛赴大山之将倾。那么根据史书记载呢，这个地处北京东北的密云县发生地震的时间呢，正好和爆炸的时间吻合，而且在北京城内呢也出现了地震发生前的先兆。你比方说奇特的云彩啊，有火光啊，有荧光啊，有一些奇特的响声啊，这些奇异现象出现。那么根据底报里边那篇文章《天变底钞》里记载，就天启6年的4月27，爆炸不是5月初6发生的吗？就爆炸前的前8天，北京东北方的天空上呢出现了旗帜型的云朵，有的呢就像关二爷的青龙偃月刀似的，先是白色，后来变成红紫色。5月初3呢，爆炸的前3天，北京城东北方天空出现长条状的暗红色云彩，爆炸前第2天出现了暗黑色的云彩。你看，这都是很奇异的云彩。除此之外呢，这文中还记录爆炸前4天，有人看到前门角楼上有火光，有好几个青色的萤火滚来滚去，最后合并到一块儿，那个火球呢有车轮那么大。那么明史呢，正史里边也记录了这一段。另外明史还记载说呢，爆炸前4小时，天安门守门的侍卫突然听到演奏乐器的声音，而且一会儿声大一会儿声小，挺奇怪。这侍卫就去找，发现这声音呢来自天安门的火神庙。这侍卫就想推开店门看看这里边谁奏乐呢，就看有一个红色火球从店里边滚出，然后腾空而上。那么这种种迹象表明呢，在大爆炸发生前夕北京确实发生了一场地震，只不过因为爆炸威力太大，所以人们对相对微弱的震感呢没怎么留意。那是不是这地震导致爆炸呢？这很难说。就虽然地震呢可以解释一些现象，但是你对蘑菇状的烟云，不论男女尽皆裸体，5000斤大狮子飞到其他地方1公里开外，人马凭空消失，这些现象地震是解释不了的。所以地震说呢只能是一种说法，很多人不承认这事。第2种说法呢是陨石说，就说陨石撞到地球上了。那么陨石呢是地球以外脱离原有运行轨道的流星，很多人见过流星，流星划过夜空的瞬间呢美丽又浪漫，所以流星一划过，大伙都许愿，所以美梦就得以实现。这当然呢，这是老百姓赋予给他的美好的意义。那真正的流星坠落可没那么美丽。这个陨石冲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它前方空气会因为受到强压和摩擦导致温度上升，达到几千度甚至上万度。那高温呢使陨石表面的物质融化和气化，并且跟大气分子撞击的时候发光发热，形成火花火球。那么火花和火球爆裂的时候呢，人们就会听到霹雷声雷鸣声、爆炸声。这个跟史料中记载的天空中出现火球随后出现爆炸这个情况基本是吻合的。另外呢，这陨石跟地面撞击的时候呢，会发出巨大的震动和响声，而且伴随着无数的小石块飞溅，这个就可以解释了
天降石块和铁屑这现象，因为陨石的主要成分就是铁。但尽管如此呢，依然不能下定论，因为它跟地震一样，有太多的现象它也解释不了。那么第三种说法呢，说呀，这是龙卷风。龙卷风呢具有突发性和毁灭性特点，突然爆发的瞬间呢，也会伴有跟地震相似的轰鸣声，导致跟霹雷一样，大伙感到都害怕。那么巨大的风团呢，它顶天立地，这个就跟目击者眼中高耸的蘑菇云很相似。说有个蘑菇云在北京上空，那龙卷风卷起来之后，你看那整个风的形状确实挺像蘑菇云。那么因为风力大，所以才有可能把5000斤的大石狮子啪从这儿卷到城外，卷到1公里开外，也有可能呢把死伤者的衣服卷走。这就可以解释那些衣服鞋袜呀、首饰器皿呢为什么会出现在离北京城区很远的西山和昌平，还有那些消失的人和马，那极有可能被龙卷风给卷走了，那就不知道卷哪去了。那么龙卷风可以解释诸多的现象，但是还不能下定论，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现象它解释不了。你比方说这龙卷风把人卷走正常，要说光把人脑袋卷走，身子还留那儿，没听说过。而且把人的胳膊腿给刮断了，飞到空中不知吹多远，这个以前也没听说过。你龙卷风再大，整个人都卷走了，它不会把你脑袋胳膊单给撕下来卷跑了，这个可能性没有。再比如说天上滚动的火球和巨大的爆炸，这在龙卷风发生的时候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从来没有这种现象。所以说龙卷风呢也是解释了 A 解释不了 B， 地震呢陨石解释了 B 解释不了 A。 那么最后一种说法是什么呢？火药焚爆说这是由于火药焚烧造成的爆炸。这个呢历史上有点根据，就说爆炸发生之后呢，朝廷马上派人调查这个事儿怎么回事。那经过排查后发现呢，位于北京西南的王工厂火药库附近有2个10几丈深的大坑。有人就确定说这么大的坑，这么深的坑，不是爆炸根本形成不了，所以有人就确认爆炸的中心就是王工厂的火药库。那明朝的火药库呢，确实发生过很多次爆炸。史书记载呢，万历21年、万历33年、崇祯2年、3年、7年都发生过。那么崇祯11年的4月、6月、8月，更是连续发生了3次爆炸，弄得很多北京城里头迷信的人说大明江山要完了，这么频繁的爆炸，当时连西直门城墙都给炸塌了。那么好端端的火药厂为什么会炸呢？咱就拿万历33年火药厂爆炸为例，事故的原因呢是由于年头久了，火药受潮结成块了，然后有个工作人员呢想用斧子把火药劈碎，结果这一摩擦出火星了，把炸药点燃了。所以那次爆炸以后，就有人说王工厂不戒自焚，致都城之扰，意思说王工厂的火药库监管不严，等于炸药呢导致了爆炸，造成整个都城的困扰，就是你管理的问题。那么王工厂火药库有这么大的能量吗？王工厂确实是个巨大的火药库，根据史料记载呢，王工厂火药库日产火药大概是2吨，日常储备量呢在1000吨以上。那这么多火药一旦发生焚烧爆炸，那就可以在瞬间形成了高温高压气流，并迅速向四周扩散。那四周凡是能挡住气流的基本都被它给推倒了，往上呢就可以把东西携带着飞上半空，向下冲的这股气流能够使地面形成深坑。那么尽管炸药的威力很大，但是其实那个时候的炸药还不足以造成这么严重的天体大爆炸后果。为什么呢？根据史书记载的，这次爆炸的威力相当于1万到2万吨 TNT 炸药。那王工厂火药库最多时候也储存了1000吨的火药，它和2万吨的差距是相当大的。何况当时火药库生产的是黑火药，跟后来诺贝尔发明那个 TNT 炸药那个威力相差10万8千里。所以说单纯的火药爆炸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呢，王工厂火药库极有可能是爆炸的受害者，就别的地方发生爆炸，把他这个火药库给点燃了，所以他不是罪魁祸首，他也是受害者。那么罪魁祸首是谁呢？有人根据这个又解释了，说可能是地下的可燃气体。刚才咱们说了，爆炸过后呢，王工厂火药库附近出现2大坑，
根据记载呢，这两个大坑当中啊，不断有噼里啪啦的火光出现。有人就推测了，他为什么炸完了，炸出坑来，这坑里还有火光出现呢？说里面啊可能有可燃气体泄漏，就由于不知道什么原因，地表出现裂缝了，导致地下的沼气、天然气这些可燃气体泄露出来了。那么地表是怎么出现裂缝呢？那就不得不提到第一点所说的地震了。这么一来呀，这几种说法能串一块了，就能形成个完整链条了。你看啊，说当天由于地震呢，地表被震出个裂缝，蕴藏在地底下的沼气、天然气呢，随着裂缝就出来了，和空气混合呢，形成了一个可燃的气团。然后这气团随风飘到王工厂附近，遇到明火后发生爆炸，爆炸产生巨大蘑菇云，同时呢，还产生了巨大热能，把王工厂的火药库给点燃了。这不就拴成串了吗？但是这个说法呢很有道理，但依然呢有些现象不能解释。你比方说飞到西山和昌平的衣服，飞到城外大石狮子，凭空消失的人或死伤者都赤身裸体，这些他解释不了。那爆炸是巨大冲击波呢，能够使衣服损坏，但是把人的衣服给脱下来了，人还没咋地儿，这个恐怕不可能。那么说这脱衣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有科学研究者就提出一个高真空负压环境理论。怎么回事呢？他说在爆炸发生的极短瞬间内产生了高真空负压环境，处在这种条件下呢，人的肉体和衣服之间的空气会猛烈膨胀，这种膨胀会导致衣服鞋帽呢向各个方向尽可能的撑开，甚至破裂，这些衣服就离开人体了。再加上当时正是5月末，是干旱炎热的天气，人就穿着单衣单裤，所以很容易被膨胀的气体撑开，它不像棉衣线衣贴身穿着。当然这些呢都是后人的推测，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所以到现在为止呢，爆炸的原因呢也没有定论。以上的4种说法呢也只能是仅供参考。那因为不能解释所有的离奇现象呢，所以现在呢这个人们开始转移方向，怀疑这个事件的真实性，认为其中有演绎成分。那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多史料同时演绎，目的又会是什么呢？有人说最大可能如果说是所有的见到这些材料都在撒谎的话，那就一种可能是政治因素。就中国古人认为天人合一，说人间的这个政治混乱会导致老天爷的不安，所以奸人当政的时候，一旦发生地震火灾，都能被代表正义一方大臣们演绎成天象示警，就老天爷在警告你。所以当时就有大臣说这次爆炸是由于奸臣贼子、阉党宦官横行霸道、腐败成风招致的天谴。还有大臣说这是上天警示皇帝，让他好好当皇帝，别宠信奸臣，别不务正业。当然这些方向都指着当时的奸党魏忠贤太监嘛。那么这些大臣上书呢，要求天启皇帝朱由校好好反省。所以灾后第3天，天启皇帝就下了一道罪己诏，把自己骂了一通。罪己诏是什么呢？就是古代皇帝在面对君臣错位天灾政权危难的时候用来自省的诏书。说白了就是皇上的检讨书。除了做检讨呢，皇上还要亲自赶到太庙祭拜，要求所有的这个臣工都要穿朴素的衣服尽心竭力的虔诚的这个给皇上办事，痛加反省，以求王朝长治久安，把这些灾祸都躲开。那么尽管当时的天启皇帝下了罪己诏，但是这次爆炸给大明带来的影响非常大。当时的朝廷内部比较混乱，宦官横行，外边呢又有这个努尔哈赤带领的后金虎视眈眈，正是风雨交加的时候，结果来了这么场大爆炸，使得这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雪上加霜。加上之后几年北京城又来一次鼠疫，这2次大灾难极大程度的推动了明朝的衰亡。那么天启大爆炸呢，距今呢已经将近400年了。时至今日呢，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对它的成因进行推测考证。除了前面咱们说那个4个原因地震说、陨石说、龙卷风说等等等等，后期呢又出现了大气静电酿祸说、地球内部热核高能强暴动力说陨星反物质与地球物质相逢相灭说这些都弄得很专业。更有甚者呢，
认为是外星人入侵、UFO 降临等等。你听着挺科学，但每个观点呢都没有摆出无可辩驳的证据，让人没办法彻底信服。那么这个千古之谜什么时候才能解开呢？恐怕得咱们人类的科技再发展发展。好在现在呢，史书上那些史料呢，都在那白纸黑字的搁着。什么时候我们科技发达到一定程度，再根据这些史料记载的东西往回推，也许这个北京城亘古未有的天启大爆炸的谜团就能够解开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是一个崇尚个性的时代，就是你这个性要张扬点啊，可能还有人特欣赏你。其实所谓的这种个性啊，在历史上来看，它也不是说都按照中庸之道啊抹杀人的个性，不是那样。你包括历朝历代，每个朝代都有属于它的鲜明个性。那咱说汉朝，一提汉朝，很多人想到强盛。你看汉武帝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的，大汉的疆土拓宽的程度，最后把匈奴给干败，卫青霍去病，给人的感觉都是很强盛的感觉。你再说唐代，你就会想到开放包容。那时候大唐的都城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五湖四海各个国家万国来朝，所以你一提到唐代，你感觉是开放包容。那么咱们今天就要给大伙说一个特别有个性的朝代。什么朝代？明朝。你说明朝有个性吗？不是明朝那皇帝昏庸的多吗？而且朱元璋强调中央集权，说这明朝挺昏暗的。不是，那是你不了解明朝。所以咱们今天给大伙细说说，为什么明朝是一个很任性的时代，是一个高度有个性的时代。这个根儿在哪儿呢？咱得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就任性，而且他的任性造就了他后边无论是皇帝、官员、百姓、文人都任性。说朱元璋怎么任性呢？我们都说朱元璋啊，出身草根，要过饭当过和尚，没什么文化。那么他也是比较能够打破过去规矩的一个人。你看一般开国皇帝都很强势，他一强势，他本能的要把权力都抓到自己手里，谁我也信不着，我说了算。那么朱元璋的任性体现在什么上呢？他把维持了上千年的中国一个文官制度给废了，成宰相制度。自春秋以来，各朝各代无不是天子坐朝，宰相治国。什么话？若是一个皇上离不开宰相的话，那这个皇上就是阿斗。告诉你，从今往后，咱再也不要什么宰相了。咱要既坐朝，也治国，直接掌理军政，上通下达，省得那些宰相从中作乱。臣冒死进谏。父皇，快退呀！父皇，求你了，父皇！哎呀！送太医院。你看着这好像上嘴唇碰下嘴唇，废就废了，这活不好干。为什么呢？原来六部所有的奏折送到哪儿去？送到左右宰相那儿去。他们看你把宰相废了，那往上报告报谁那儿去？所以那奏折乌泱乌泱的全堆到朱元璋那儿，把朱元璋累的，但累他愿意，为啥？天下他打的，他得把自个儿天下守住了。所以朱元璋是个很勤奋的皇帝。但是即使这样，那奏折看不过来呀。那么这个开头就造成了我们说大明进入了一个任性时代。由于老祖宗朱元璋啊直接这么任性，把宰相给废了，后来出现的一些波动都和这个有直接关系。他出现了皇上任性、大臣任性、百姓任性、文人任性。咱们先说这皇帝任性。朱元璋是心理非常强大，能够把这些奏折呀、公务都搁自个儿身上。那可是他的后辈要万一哪个人心理不够强大，这工作能把人逼疯了。他后辈呢，不是打江山，是坐江山。那看江山的精神头就没这个老祖宗这么高，所以他的后辈皇帝出现了几种极端情况。一种是什么？我逃避了，别玩了，我干不了，我才不管这个呢。所以他这一逃避呢，容易出现两种极端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信任身边的人，你赶紧替我处理了。就咱们说天启皇帝做木匠活呢，魏忠贤帮他处理这事，
就容易出现宦官专权这个情况，就贴身的人把握朝政了，这样就可以随便糊弄皇帝了。皇上，您任命其他的大臣，奴婢没有异议。可是这个裴文中涉嫌弑君，你可千万不能草率任用啊！魏忠贤，你提醒得好，朕认不得那么多外臣，大多数还不是听你们这些身边人的意见。王安，裴文中的任命，待朕想想再说。其他人的任命，由待朕拟旨传旨吧。这奴婢遵旨。第二种情况呢，一看这个情况，我也得相信哪个大臣呢？开始信着一个人，后来把这活都对他身上了。皇上一天天犯懒，所以后来明朝有个首辅制度，首辅大臣其实就是内阁大学士。咱记得最出名的张居正，内阁大学士。万历皇帝在位多少年呢？48年，够长的了吧？可你能想象到48年当中，他有30年不上朝。有的那大臣呢，在午门外跪一排呀，皇上上朝吧，不去，你愿意跪你跪死到那儿死去，不管。这万历皇帝这么任性，还有比他任性的，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叫朱厚熜，这个人怎么任性呢？他不仅是不上朝不管朝政的事，整天琢磨炼丹啊，我长生不老，延年益寿，我这滋阴补阳，他天天琢磨这玩意儿，琢磨怎么样能够整些玄玄怪怪的这些玩意儿。结果因为这个差点把命丢了。情况如何？皇帝今夜要睡在端妃枕，皇帝睡前要服金丹，睡得沉。端妃有吟诗起夜如厕的习惯，趁着端妃起夜离开御榻，我们就动手。怎么丢？有一天他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进来10多个宫女。这些宫女一个个你看着娇滴滴的，下手挺狠，拿个大绳子，把绳套先套他脖子那儿，然后这俩摁胳膊，这俩摁腿，这俩捂被子，这俩捂他嘴，干嘛呢？要把皇上勒死。这深仇大恨的，差点就给勒死了。可是这些宫女没有杀人的经验，你勒死人的绳套得是活扣啊，越勒越紧，他给系个死扣。干勒着，把这皇上勒的直叫唤，不死跟勒猪似的。就这功夫，手底下人进来了，把宫女给打倒了，把皇上给救了。圣体无恙，皇上万福，只是受了惊吓，好生调养，当无大碍。万岁爷没事就好，奴才真是吓死了。拿朕的仙丹来。啊。这个地方真不想住了，丧气。从今天起搬到西院去，告诉大臣们，今儿不上朝了。奴才知道，今儿不上朝，明儿也不上。有人说这宫女吞了雄心，吃了豹胆了，胆子怎么这么大呢？怎么敢杀皇上？中国历史上就这么一例，宫女居然敢对皇上动手。你听说皇上皇亲国戚大臣进宫弑君，这有；宫女杀皇上就这么一例。说这朱厚熜嘉靖皇帝怎么这么奇葩呢？起因就是太任性造成。他对宫女特别差，他下令打死虐待宫女，最后死的有200多个。说这些宫女为什么要杀？就不把你弄死，他就得死。什么原因呢？前面我说了，嘉靖皇帝好炼丹。炼丹也不哪个老道给他出的主意，说炼丹有2样药最管用，什么呢？一者呢为秋实，一者为红铅。说红铅是什么呢？这更狠，处女的月经血。宫里头这宫女都处女啊，从他们身上采月经血，这叫红铅。这个用量还挺大，怎么办呢？他听着老道的，给宫女吃药干嘛？提前她月经期，而且让她多出血。这宫女一个个那真生不如死啊！最后一看，算了吧，不把她弄死，我们就得死。啪，弄出阶级仇民族恨来，就得把皇帝弄死。你说这是大明皇帝里多么奇葩的一个。
你还有一个皇帝明武宗，他叫朱厚照。我喜欢睡懒觉，睡足了才有精神办事儿吗？朝政大事儿可以改到午后再议。对了，你们不是老是在朝上有一些争吵吗？吃过了午饭，大家吵起来才有底气嘛。这是什么话？吵啊！还想再听下去吗？请说下去。第4，朝臣均为男人，实在无趣，应换上一半女子，以年轻貌美为佳，定能提高效率。这个皇上有意思在哪儿呢？他一天呢，不是不管朝政，也管，但是他不想当皇帝，想当啥？想当大将军，天天练武。他就是什么呢？这个朝政都是文官处理的事儿，把他弄得很烦。他通过练武把荷尔蒙发泄出去，心里烦。练武为了提高武技干嘛呢？让老虎当陪练，差点老虎咬死他。哎呀，快叫御医！不用了。马都督啊，你也太心急了，这还治不了这只老虎。儿臣当然知道父皇可以治得住老虎，只是怕您把他伤得太重，日后心中不安。哼，他胆儿这么大。完了，不光这样呢，他这个练武的过程当中啊，他自己想，我这要出去打仗多好，要没有这个打仗的，假装外头有地方打仗，我也御驾亲征，过这瘾。守备诸寿接旨。臣守备诸寿领旨。近年以来，鲁囚犯顺，屡害四方，且承平日久，诚恐四方兵戎废弛。今命守备诸寿，统帅大军，随部人马，或攻或守，扫兴山安民务。钦此。慢！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有哪一位皇上曾做过如此荒唐的举动？列位大人惜命，某愿施剑。皇上有旨，违抗者停杖30。谢皇上。其实啥？逃避宫里处理这些事，躲出去啊，在另一个世界里发泄自己的旺盛的精力。所以这大明皇帝任性的多，这任性根在哪儿？不是老祖宗朱元璋吗？你把宰相给废了。本期老连故事会为您讲述任性的明朝。那他这一任性，连锁反映到大臣上。大明的文官呢特别有意思，你不是把这个宰相给废了吗？废了之后呢，任何一个官员都想追求自己权力最大化，而且都想名垂青史，想影响皇帝，影响朝政。再一个，皇上一旦承受不住压力撂挑子，那这个国家重任落谁身上了？落大臣身上了。那大臣这时候责任重了，他又不怕死。你想，人要不怕死，啥事都能干出来。他敢想敢干。海瑞，这海瑞我们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海瑞最出名是啥？骂皇帝，把皇帝骂狗血喷头，把皇上骂狗屁不是。你这个不光是胆量的事儿，他心里真的有点这样的特殊的心理，要不一般人没这么强大。而这个人呢，你别人想收拾他太难了，他也没爱好。说你这个作为官员有点好这好那，啥爱好没有，我就当官，我就两袖清风一本正，我就挣这点死工资。海瑞家里穷的叮当响，自己媳妇自个儿孩子，就反正就差一步饿死。结果后来呢，赶上他时来运转，这严嵩不倒台子了吗？一个大奸臣倒台子了，那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这皇上嘉靖皇就找啊，谁当初敢于跟权臣严嵩对抗啊？这我得重用啊！一找说当初海瑞骂我严嵩，哎呀，这人了不得，连升2级，给他拔到京城了，上哪儿呢？到户部，到财政部管钱去了。结果这海瑞进了京城，头一件事把京城人全震了。他写了个奏折，把嘉靖皇帝骂了个狗血喷头。
臣海瑞谨奏，陛下天职英冠，睿智之人，继位初年，铲除疾病，焕然与天下更始。瑞庆未久，妄念牵之而去，一意修选，富有四海，不曰民之高旨在世，而耻兴土。20余年不视朝，纲纪耻矣。天下利谈降落，民不聊生，富邑增长，势如玄磬。反了！反了！其实按这罪过，基本上枪毙几百来回都够了。说念你是皇上，你好好反思吧，你改吧。自古及今，谁敢跟皇上这么说话？那有篡位之心呢？司马昭啊，曹操啊，那也得假模假样的吾皇万岁，皇上圣明，得说两句。海瑞一句没有，破口大骂。严嵩罢黜，事番极刑，察坏人意。然严嵩罢相之后，犹知严嵩未相之先而已。天下之人，不知陛下久矣。天皇，奴婢在。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喽！是。这谁写的？说海瑞，别让他跑了，我抓过来，我弄死他。完了，下边皇上您放心，他跑不了。为啥？他写完这奏折呀，他买了口棺材，完了跟老婆孩子呢，拜拜了，把家里钱啊剩那点不多的给仆人了。他仆人害怕了，为啥？你不找死，我先跑吧。家里人都跑没了，坟地都选好，棺材搁屋里停着呢，他不会跑的，他就等你杀他。死亡了。这把这嘉靖气的，怎么弄？这人先把他控制起来。我想想，嘉靖在屋里琢磨来琢磨去，不行，我不能杀他。为啥呢？海瑞当时名气很大，都知道是个清官，他骂我是昏君，我要把清官杀了，不坐实了吗？而且海瑞这么干为啥呀？嘉靖知道大明这些文臣一个个都等着流芳百世，脖子一梗，你宰了我，他都知道，我若杀你就成全了你千古之名，不能杀你。但不杀是不杀，这皇上心里老恨了，恨死海瑞。后来找个理由，海瑞哪个工作上有点失误，给关大牢里。过不久呢，大伙一劝又给放出来。所以这海瑞有意思，他40岁进京，74岁才退休，干了34年。这34年当中，罢官被免就有16年，就有一半时间他属于是被拿下的，但是还偏偏倒不了，起起落落总在那儿。就这个文官得多有个性，得多犟嘛，我根本就不在乎你。那不光这个官员任性，老百姓也任性。说老百姓怎么任性呢？他这个明朝的几个皇帝前后这么折腾，一会儿大臣折腾，一会儿皇上，老百姓跟松紧带在里边，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这老百姓就琢磨了，咱们呀也别啥事就一直在这死守着，也不能等死，有机会咱就作一把，不行咱再老实儿。这最典型的明朝末年这个老百姓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明朝农民起义那么有意思。你看明朝末年，崇祯皇帝上来了，大明已经不行了，不行了，崇祯皇帝想励精图治，你注意，真到了那时候，你励精图治就不敢上了。为啥呢？励精图治是不是需要钱吗？好，需要钱你就得收税。爹，这不是谷子，这是稻种啊！这是我们全家的性命啊！我2个闺女饿死了，也舍不得吃它呀！军爷，你要拿走它，我们全家就没命了！军爷，这是稻种啊！这是拿回去，快马稻种！原来老百姓就是税收太重，你再收，他不更造反吗？再一个需要钱收税，这是开源，还有节流呢。节流是什么？公务员编制太庞大，那我削减编制吗？一削减编制，下台那些公务员没事干了，干嘛呀？我造反吧。所以最终呢，这老百姓呢走上造反这条道。其中各个地方到什么程度呢？一个省就能有100多股造反，
反正这一个小组造反嘛，这些人揭竿起义，干那边揭竿起义也没个头头脑脑。朝廷这时候来镇压呢，一看也实在这力量也不大呀，所以就采用呢叫做镇抚兼施，以抚为主，就说镇压跟抚慰两条走，高压政策、怀柔政策，以怀柔政策为主。所以一般到那一说别造反了，给你们粮食吃，行，不造反了，马上投降。可是那么多灾民又赶上荒年，大明的财政支持不了，你这走了，粮食吃没了，吃没了又活不了了，造反，开始打，跟大明军队打不过，乌合之众干不过正规军呢。打着！洪承畴、杨嗣昌不仅消灭了38万逆军，还生擒了敌手高迎祥。朕要用他的人头、心肝祭祀高天。臣遵旨。躲起来吧，剩10来个人干啥呢？咱们得自个儿种田，自个儿吃吧。一边种田一边琢磨，咱们为什么失败了？哪条政策不对？哪个战术不对？又组织一伙人接着造反，接着造反又被大明给打败了，躲到商洛山里头去了，剩50来人。说这个地方时间长咱也活不下去，咱往河南进发吧。这50多人啊就往河南，到了河南呢，赶河南闹灾荒。他们本来没那么大志向，说到这地方不行，打家劫舍凑口饭吃。结果河南灾民听说过李自成李闯王，原来他岳父高迎祥也是闯王，这他姑爷李自成继承闯王大旗了，咱活不下去，得有个领头的吧，就认他当领头的了。所以那时候李自成也没想能挣这么大，老百姓说吃他娘穿他娘，早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就是让乌合之众，最后滚雪球是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所以那时候这伙人呢很有意思，也没寻思一定能跟明军怎么叫板。结果大明军队呢这边农民起义，那头还有清军入关呢，两头。所以这李自成一路之上也没想到势如破竹，最后居然打进北京。随后崇祯帝自缢于眉山，明朝覆亡。禀皇上，吴三桂已兵至京郊永平卫，突然掉头返回，重回山海关。传命，召集京城内所有的官兵，2个时辰后出发，直取山海关。遵命。就他这伙农民起义，等于前前后跟大明军队干了17年，最后呢，清军入关，这帮人有意思，不反对大明了，跟南明政权联合起来跟清军打，打了14年也没打过清军，最后被弄灭了。就中国历史上这农民起义很少有像明末这样这么奇葩的，就今天起义，明天投降，后天再起义，后天再投降，就这么个节奏。所以你看老百姓造反都这么任性。这个时代为啥任性？他这一个朝代他的个性是从开国皇帝那开始打下来底儿，然后不断被多米诺骨牌强化的结果。所以咱们看，就我们说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案去取代它，那你就不要轻易动它，除非这个方案呢能把原来的弊端解决，你才能动手。就像我们现在说高考，说高考一卷定终身不好，咱要改高考。可高考再怎么还保个底线公平呢？你分高上去，分低下来，还有个基础公平。所以喊了这么多年，高考有这么多弊病，但是我们暂时无法改的，是因为我们还拿不出第二个能够取代它的更好的方案。故事会，我们下期节目。